夜三打薄撐，做軍打西天，萬事勝意。夜三晚打薄撐，點解有啲喺年23，有啲又喺年24呢吓？官三問四算紅㗎啦，做官睇前一日做小年。小年民間將佢叫做做軍誕、祭灶節、灶神節、小年節。咁正所謂23堂掛念，做軍老爺要上天。咁小年一到，新年就唔會遠噶啦。不過講到小年嘅日子又真係南北差異喎。南方大部分地區都係過臘月24嘅，而北方大部分地區都係過臘月23嘅喎。咁南京有啲地方嘅小年就喺正月15，即係元宵節嗰日；而喺雲南有啲地方嘅小年就喺正月16啦。咁點解小年唔係同一日呢？咁到底邊個先至係正宗呢吓？咁我哋先嚟了解下乜嘢叫做拜灶君，點解要拜佢？民間傳說話灶君原本係一位平民百姓嚟嘅，係一個叫做張灶王嘅泥水佬，咁佢有個細佬係畫師嚟嘅。咁張灶王就係好善於去淋個灶頭，淋得好靚好整齊嘅。佢亦都好善於去調解村民嘅紛爭，所以村入邊嘅人都好尊敬佢，叫佢做張灶王。咁張灶王喺70歲嘅時候過咗身，當時候剛剛好係臘月23。張灶王佢在生嘅時候係一家之主嚟嘅，而且可以壓得住啲仔女啊，同埋壓得住啲兄弟姐妹。不過自從佢賣咗鹹鴨蛋之後，屋企七國咁亂，成日都家嘈屋閉，冇日安寧。咁佢個細佬係畫師嚟嘅，無論點勸都勸唔掂班屋企人，於是乎就諗咗個計仔啦。喺第二年嘅臘月23，用顯靈嘅方式去鎮壓住屋企人，令到佢唔好再嗌交。仲將張灶王張畫像貼喺廚房，同佢嘅屋企人講啦，話張灶王琴晚報夢俾佢啊，話自己已經俾玉皇大帝任命為灶王爺噶啦，專門負責記錄人間嘅善惡。如果屋企入邊發生啲兄弟不和啊、族里不睦啊，又或者係經常搬弄是非、家嘈屋閉，咁樣灶王爺就會嬲，到時候就災禍降臨噶啦。咁兄弟姐妹啊，啲嬸母聽到之後，個個都怕晒咯，嗱嗱聲整一啲酒菜去供奉佢，希望佢翻去同玉皇大帝稟報做年終總結嘅時候，講多幾句好說話，美言多幾句，希望福氣可以到家，保佑家宅平安啦。咁後嚟呢件事慢慢傳開咗，民間就有咗祭灶嘅習俗啦。不過根據記載，其實小年就係源於古人對火嘅崇拜，咁因為廚房係生火嘅地方，所以古人就要拜火啦。咁喺夏朝時期就已經有灶王爺嘅講法噶啦。喺先秦時期，拜灶君亦都係五字之一。《禮記月令》入邊就有記載，孟夏自灶。但係到底係年23定係年24拜灶君呢吓？喺古代民間有官三文四船五嘅講法，即係話官家嘅小年係以臘月23嘅，咁而黎民百姓嘅小年就係以臘月24，咁而水上人家漁民就係以臘月25嘅。咁之所以會劃分得咁清楚，因為喺宋代之前，北方係政治中心，咁受到官氣嘅影響，所以就以臘月23為小年啦。咁而南方離政治中心比較遠，所以就將臘月24定為係小年。咁鄱陽湖啊、圓湖嘅居民就保留咗船家嘅傳統，將臘月25定為係小年。咁除此之外，仲有道士、和尚五個講法，即係話道士同和尚佢哋嘅小年就揀喺臘月25啦。咁至於仲有咩軍三文四啊、兵三文四、官三文四、乞丐五、官三文四、貴五運六，其實意思都係差唔多嘅。咁喺北方仲有一個官三文四、朝廷五嘅講法，即係話皇家係最後先至祭灶嘅。喺晉代嘅風土記入邊就有記載啦，話臘月24日夜自灶，為灶神翌日上天，百一歲事，故先一日自之。咁呢度講嘅就係話傳統嘅小年原本喺臘月24做嘅，因為帝王之家提前咗一日做。咁當時候北方又離京城比較近，受到滿族文化嘅影響，所以就跟住提前一日做啦。咁北方慢慢就有咗小年過臘月23嘅習俗啦。咁至於點解要定喺臘月23、24？點解又要提前一日呢吓？咁其實清朝嘅皇帝從雍正年間開始，每年喺臘月23都會喺坤寧宮嗰度舉行祭神嘅習俗嘅。咁當時皇帝為咗節省開支，所以就乾脆就順便拜埋灶王爺啦。咁之後皇族啊、貝勒爺都跟住效仿，咁所以臘月23祭灶喺民間就有咗官民唔同日過小年嘅習俗啦。咁至於臘月24祭灶又點得嚟嘅呢？喺宋代范成大寫嗰首祭灶詩入邊係咁講嘅：
古傳臘月24灶君朝天欲言事。咁北方就話離京城比較近啊，受到官方文化影響啫。但係南方離得比較遠噶嘛，咁所以喺南方就保留咗臘月23過小年拜灶君嘅習俗啦。所以亦都係因為咁，導致有啲地方嘅人係臘月23過小年，而有啲地方嘅人就臘月24過小年。咁雖然唔同一日，但係習俗同意義都係差唔多嘅。喺小年嗰日就會搞乾淨企理嘅灶頭，打掃衛生啦，會整一啲我哋呢邊就叫做薄撐，用糯米整嘅，有甜又有鹹，食起身係好黐牙嘅。北方人就叫做灶糖。咁希望灶君係咪掛得食又唔掛得講，食一啲甜嘅就希望佢講一啲甜言蜜語咯。去到同玉皇大帝稟報嘅時候就講多啲好說話，言下之意即係話食咗我屋企嘅糖瓜，你就唔可以講我屋企嘅壞話噶咯。咁有啲仲會喺灶君嗰度貼一張灶君嘅畫像，咁到咗年卅晚就會重新撕落嚟貼翻一張新嘅，寓意係以一個全新嘅精神面貌去迎接新嘅一年。希望新嘅一年全家都可以平平安安，生活甘甜如蜜。嗱，呢一個就係小年祭灶嘅習俗啦。所以喺我哋中國嘅小年，無論係臘月23定係臘月24，都係冇錯嘅。咁你睇依家日曆啊，都標注住北小年臘月23，南小年臘月24，皆大歡喜。咁唔知你嗰邊嘅小年又係邊一日，又有啲咩習俗呢？咁小年意志講明大年唔遠噶啦，離遊子歸家嘅路亦都越嚟越近。咁到最後祝咁多位所有嘅美好都可以如期而至。我哋下一期再見。